重生第13章巨人。那一刻，全身皮肤瞬间缩紧，感觉头顶的毛发正在向外炸开。这究竟是出于本能，还是外部因素，无从得知。耳朵里只能听到噗噗的心跳声，眼睛也在向外膨胀，甚至能看到扭曲的条纹在眼睛里疯狂地闪烁着。我呆立在原地，动弹不得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也许是恐惧到了极限，心中却突然没有了害怕的感觉，只是感到浑身发热，心跳也渐渐恢复了平静。我试着将火把顺着这双脚缓缓地向上举起，一点一点看清了对方的全貌。从如此巨大的脚掌看来，他即便是人，也是一个巨人。由于我的视线大致平行于其腰部，所以推测身高不会低于3米。可是我却无法判断他的性别。他有一双满是青筋的脚背，坚实粗壮的双腿，以及宽硕的肩膀和方正的下巴，看起来是男性。但当我照亮他的小腹时，暴露出的位置却没有明显的器官，既没有阳性的凸起，也没有阴性的褶皱，那里只是一块十分光滑的皮肤。当然，他没有衣服，甚至连一块遮羞的叶子也没有，不然我也不会如此惊讶。除了头部，全身上下光滑到几乎没有毛孔，皮肤在火光的照耀下，完美的白色中却泛着些许褐色。他也有深色的眉毛和头发，只是因为他实在太高，我将火把举起来也只够勉强照亮他的前额，至于什么样的头发便无从得知。我只说出了一个字，便迅速意识到一个问题：他即便是人，也是尚未发现的人类。像这样罕见的种族，一定与世隔绝。他有没有自己的语言，我不清楚，但我们大概率是听不懂对方的。我只需要一些干树枝生火，没有恶意。虽然那样想，可我还是尽量把话说完，以表示我的来意和尊重。我仰着头，注视着他的面部，心里却已经做好了将要听到各种古怪发音的准备。可他始终没有要回答我的意思，不但没有开口，甚至连表情都没有变过。在他的脸上，我看到的永远只是方正的下巴，微微上扬的嘴角，还算和善的眼神，以及微微弯曲的眉毛。这种诡异的表情虽然看起来很古怪，但是给了我一种熟悉的感觉。这种感觉不会让人感到害怕，只是我当时没有想起来究竟在哪里见过而已。心中不免产生了疑惑，若不是他突然眨了一下眼，我几乎要怀疑这就是一尊早已在此的雕像。那一刹间，他眼皮闭合的速度之快，不禁让我大吃一惊，我甚至听到了一声微微的吧唧声。就在这时，他的身体开始缓缓地动了起来，我见势迅速地向后退了几步，也直到这时我才看到了他的双手。只见他挥动粗壮的臂膀，一只约有2米多的长杆立时被抡了起来，在空气中发出了呜的一声巨响。虽然看不清什么材质，但就在划过的一瞬间，我看到顶端有一块金属般锃亮的锐器，也就是说，这很有可能是一个武器。顾不得多想，我见势不妙，正打算后退时，他伸出另一只手，停在了半空中。我没能第一时间理解他的意思，可就在他放下手之后，一个转身便迅速消失在了黑暗之中。
一时间，剩我一个人伫立在原地，感觉空气中的温度立时下降了不少。我的心中满是疑惑，像这样庞大的身躯是如何做到来去轻盈的？不但没有沉重的脚步，就连遁形于夜间的丛林中，也只有极其细微的沙沙声。我无法判断到底是敌是友，直到手中的火把即将燃尽，这才想到他兴许是想传达一个位置，去他手指的地方就能找到我想要的东西。果然，顺着那个方向没走多远，便找到了干燥的树枝。对于我和马里欧来说，这才是救命稻草。我沿着来时脚下做的记号，顺利回到马里欧的身边。当火堆再次燃起时，我的心境仿佛落入了大洋深处。只见他靠在树下，垂着头，脸色难看至极，无数只蚊子正在他的身体周围盘旋。直到火光照亮的时候，他才缓缓地抬起头看了我一眼。我想此刻我们都很清楚，事已至此，赫曼凶多吉少。而从电话里拆下的电池来看，厚厚的氧化物已经腐蚀了接触点，手指一抠便会掉下绿色的锈渣。或许赫曼早已发现这部泡过海水的电话无法再工作，才会将它遗弃在这里，而我们的希望却又一次的被扑灭。我将电池递给了马里欧，想知道他的看法。你早该听我的。马里欧垂下了手臂，电池顺势落到了地上。我原本还在试图清理电话里的锈迹，听得他这么一说，顿时火冒三丈，将电话一把甩了出去，正好撂在了火堆的旁边。马里欧立时向我望来，一脸惊讶失措的表情。我也意识到反应有些过激，只好叹了口气道：走到这一步，我也没什么后悔的。但你说这种话就没有意义了。如果我说你早该听我的，不要来 C 岛，就不会落得这步田地，你觉得这可能吗？马里欧垂下了头，沉默不语。他应该能理解我的意思。其实很多事情是由不得人选择的，就如我所说，即便我当时再劝他，他也不会听，还是会义无反顾地奔赴 C 岛。至于能不能找到赫曼，谁也不知道。可如果不来，他就会后悔一辈子。当然，这对于感情淡薄的人而言，他们会选择另一条生路。可马里欧绝对不是。看到他的泪水再次滴落，我的心也软了下来。马里欧说，他们常年生活在一起，不论工作还是业余时间，赫曼不仅仅是他的老师，更像是一个值得依赖的父亲。这就是他不顾一切的要来找赫曼的原因。而我在他的眼里只是一个客人，让一个刚认识不久的人身处危险，是他无法接受的事实。或许此刻我却成了他愧疚的对象，不过这么想来，我也算是理解了他的用意。当马里欧听我说到大脚巨人的时候，他本来就难看的脸色突然变得像土一样的死灰。他突然抬起头冲我道：那是我的上帝啊！